这个博物馆的门票是80块钱，但是它有一个联票是120块钱的一个联票。你来参观博物馆，以及从它的西门出去坐那个小车去那个河对岸的一个地方也可以参观。还有一个第3个地方需要从博物馆这个地方向北开车，大概得10几分钟，走那个村村通的那个小路才能过去。就是这个司母戊鼎发掘的一个现场，就是它这个通票有3个地方，我们一般会去到2个地方，最后那个地方不要忘掉它。这个120元的这个联票是2天之内参观完就可以了。甲骨文面、牛肉面，看看这个甲骨在哪儿？哦，有字儿，也不认得吧？虽然我们把字儿找出来了。这个殷墟博物馆，这大堂中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就商人认为这个玄鸟是他们的祖先。那玄不应该是黑色的吗？如果有知道的，可以在评论里面跟我们说一下。甲骨文的发现把中国信史向上推进了约1000年。殷墟的发掘是从1928年就开始发掘的，快100年了。这100年来，从民国到新中国都在不停的发掘这个，都有新的发现。刚才我们看文物有20几年的、7几年的，还有2003年出土的文物呢。这是第1个阶段，28年到37年，民国政府时期。在这之前的故事就是清末买中药抓龙骨，然后看到上面有字儿嘛，大家就是知道说这个甲骨文在安阳。那时候中国就没有正式的考古发掘的那个东西嘛。看这儿有个洛阳铲，当然这是考古队用的洛阳铲啊，不是盗墓者用的洛阳铲。在考古队这儿叫探铲。之前我们不是在玉米地里面看到那个铲子挖出来的那个土卷了吗？就这样，这种形状往下打。后面那个把儿它能一直不停地接那个盖儿，对，一直不停地接好长，往地下都可以打下去。还有个相机，海鸥4B，但我相信那照片肯定不是海鸥4B拍的。商汤，你看商汤的丞相伊尹，这就是申庭的那个伊尹耕畜的那个伊尹。伊尹原来是个奴隶，他的养父应该是个厨师，所以他会做饭，所以他现在也被认为是这个厨师的祖师爷。商朝的国王的名字都是甲乙丙丁戊戌庚辛，就跟这些字儿都有关系的。就我来说，越看越迷糊，也不知道哪个是哪个。对，盘庚就是把商朝的都城迁到安阳来的这个人。武丁是妇好的老公。说到妇好，在2楼的展厅里面有大量的玉器的那个陈列，都是妇好的个人收藏品。妇好这个女中豪杰特别喜欢玉，她自己收藏了好多玉。就是在她的收藏品里面，还有从她的时代往前倒大概1000年的玉，就是妇好也收藏玉的古董，就这么个意思。纣王，天资聪颖，身材高大，气力过人，这就是郭德纲老师说的脱梁换柱。占卜用的龟甲，封神那电影里面不是有一个场景是拿这龟甲占卜吗？他是拿火在底下烧，其实实际的这个占卜，它是在这个龟甲上打上孔之后，拿一根炭，烧着的炭，再摁到那个打洞的那个洞那儿，然后烧完把那个壳嘣儿裂开了，就那么个意思。它不是直接拿火烤这个甲骨。3楼这个展厅就是这个子细何人的这个王子，讲的就是他的故事。因为大量的这个甲骨上就看到他在反复的问一些东西，就是他地位很厉害啊，一般只有王才可以占卜。他作为一个王子，他都有自己独立的真人，真人就是负责占卜的那个人。子细何人啊？这个王子到底是咋回事啊？就是在这个展里面就解答了这样一个问题，是特别可爱的一个武丁和妇好的儿子，当然好像死的也挺早的，商王武丁之子。这小子特别可爱，他连逃学他都要占卜一下。哎，我今天逃学不去上课行不行啊？他都要占卜一次，占卜出来的那个词都要写在那个龟甲上。我目测应该常见的这些甲骨文是5毫米见方，还有一个上面更小，大概就3毫米左右吧。稍微花一点的眼可能都看不着了。这里面有跟现代汉字能对上的字，我们发现也有一些字儿旁边没有现代汉字的那个字儿，是不是专家们没有认出来这个字儿是什么？但你看这个字儿不就是个上吗？那我外行我就想当然的认为这肯定是个上。人上面有个可爱的小龙，他也不知道对应的是哪个汉字。那这狼像个别针儿一样，还有上面那射，同样的射箭的射，对射，左右护弓。
可爱的小狗子。这下面韩国人做那个什么卷蛋的那个锅，什么玉子烧，6、7个蛋做一个那个玩意儿，每天的蛋吃的量有点超。字儿可能就是只出现过一次，就他这个人就是他自己认为的那个意思，他就刻上去，但是这个只有他认识，然后这个字儿可能就写过这一遍。对，再没出现过。对，他要是写的多的话，你结合他在不同的文章里面上下文，能猜出来这个字儿。回头来看这个亚长，亚长墓特别豪华，亚长是个很显赫的将军，这就是他的骸骨。从墓里发掘出来他的骸骨，1.7米左右，身上有伤，死因就是这个受伤了。那我们再看看这小手。亚长墓里面出土的一个比较奇怪的一个东西，不知道它干啥的，一个青铜的小手，比正常的手要小很多。亚长的这些玉可真漂亮，特别大，而且相对来说比较薄，加工难度特别的高，我认为。这是流失海外的青铜器、玉器、甲骨、商代文物流失海外。这个是我们现在见到这个猫头鹰器型里面最好看的一个。这两个是特别著名的近代倒卖这个东方文物到西方的2个人，一个是山中定次郎，一个是卢芹斋。山中定次郎是什么呀？1920几年，日本的2个学者叫关野真，还有一个叫啥我忘了。他们就是从日本到中国来进行一个现在说叫考察吧，然后照片拍得非常的精美，拍了当时天津、北京、山西。然后就黄河流域这一带的那个地上文物，拍了好多照片，还有河北，就拍得特别漂亮。关野真回去之后呢，就这山中定次郎就看到了关野真，就是那个一个著作，就是关于这个中国的考察，他就拿这本书就过来了，包括太原的那个天龙山的那个佛手，都是他，一块大洋一个头。就是佛像，他倒不走，凿佛头。就我们现在经常能看到那个佛像没有佛头哈，就是在一些景点啊，在一些那个文保单位啊。山中定次郎就是开创了凿佛手偷出去的这个技术的。他把天龙山的佛手几乎倒光了，剩下那么几个也是后来那个冯玉祥的军队发现不对头，把它扣下来了，一块大洋一个，让村民们去给它凿下来。他还做了一件事儿，就是把这个恭王府给买空了。就当时溥仪的弟弟为了支持溥仪复辟，然后就急需钱嘛，然后就相当于把恭王府里的所有东西，你看中间那个个子最小的那个就是山中定次郎，买空了。他自己做了一个画册，就是恭王府里面买来的宝物的一个集合。他在美国巴黎，他都有店，就是在一些繁华的地方，他有他的文物店。他也是，基本上就是通过他们这些著名的东西方都通吃的这些文物贩子，把这个文物拖到了海外去的。这个是个复制品，这是个白陶雷，好像是就在殷墟出土的白陶的东西有，但是像这么完整的都没有。那个是真品，那个已经被偷走了，在美国的博物馆里面。它这个纹样是青铜器的纹样，但是器型是一个白陶。如果说是现在再有一个这么完整的白陶，那也是镇馆之宝了。